我仅仅是1级玩家，属性却比7级玩家还要高。我每次升到2级时就会跌回1级，这种情况我已经经历了7次。原本以为是升级缓慢的惩罚，但却意外的让我发现掉级后的属性点还保留着，所以别人升到2级时只得到2个属性点，我却得到了整整14点。就在15天前，我辞去月薪10万的工作，疯狂健身和练剑。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但只有我自己知道，15天以后就是世界末日。这一切的讯息都来自于我的先知者指南系统，所以我能比别人了解更远的未来。世界各地频繁传出怪物现身的谣言，但真相一直被封锁。这天我也只是如往常一般走在下班途中，生活已经如此艰难，谁还愿意关心远在千里之外难辨真假的新闻呢？但只是一个愣神的刹那，一只受伤的怪物就撞入了我的眼帘。这是一只地精吗？它竟然在向我求助。准备第一时间逃避的我瞬间不寒而栗，它在装可爱来试图唤起我的同情，可这更可怕了呀喂！况且我也不是会对怪物无脑仁慈的烂好人，我不能帮他。即使他拿出了自己的全家福合照，他也有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在等待吗？但不好意思，我要回家了。他哭泣的模样再次闪现在我脑海。该死！好吧，下不为例。不敢相信我最后竟然还是帮助了一名怪物，他甚至还送了一件礼物给我。看着手中这颗不知名的药丸，吃了是不是瞬间就要完？竟然还有奇奇怪怪的全息图一般的属性界面。银地精的药丸功效则是未知。好吧，这一天给我的震撼已经够多了，我要吃下这诡异的消耗品吗？客厅的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最新的新闻，近期世界各地不断出现不知名建筑，前去探索的军队也都无一返还。正在我愣神之际，一座高耸入云的塔也突然降临在中心市区。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正在经历某些巨变，但身为小人物的我毫无掌控的力量，吞下这枚药丸可能是我唯一能做到的最疯狂的事情了吧。只是入口的一瞬间，我全身就如遭雷击，金色的光芒迷蒙在我的视野。系统提示：提前激活系统，先知者指南已解锁，将会根据当前状况发送最高存活率的指南。光芒缓缓落入我的手中，竟然是一本书。仅仅只是翻动一下书籍，就融入了全息图中。一道讯息显示在界面中，通往世界末日的大门即将开启，剩余时间15天4小时12分52秒，请为结束做好准备。推荐任务：力量训练、有氧运动、剑术学习。我选择了听从指南的建议，因为我本就是孤儿，即使是无用功，难道事情还能更糟糕吗？但如果我将这么离奇的事情揭露出来，只会被拿去切片吧。毕竟这个世界的真相恐怕早已被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熟知。早上7点10千米长跑，中午12点剑术挥砍500次，下午5点3项全能10组10次。肉体的折磨并不能让我崩溃，但也许疯了对我来说反而更好，因为末日开启终于只剩下最后的5秒钟，倒计时结束的最后1秒，我被传送到了一处密林，一切的怀疑终于有了结果。全息景象的信息不断闪动，教程开始，正在检测身体属性，将根据你的属性分配合适的职业。你的职业为战斗剑士，打开状态窗口查看更多信息，密密麻麻的信息直冲面板。还好我早就见识过这种界面。打开属性栏，李浩英，等级技能基础剑术，先知者指南，耐力14，力量11，敏捷7，感知8，剩余技能点0。身边竟然还贴心的附赠了一把盾剑。任务目标：一在森林中生存60分钟，2找到出口逃跑。虽然2个任务完成任意一项就可以结束教程，但先知者指南却给出了额外的提示，推荐在生存60分钟内杀死尽可能多的怪物。第2个选项找到出口逃跑会影响你的后续成长，所以不推荐。得到提示后我信心大振，至今为止指南给出的提示都指向了明确的受益选项，没有道理不继续遵从。随着系统提示教程开始的讯号，我也看到了这里的怪物，等级1级的独角浣熊，这么可爱有点下不去手啊。但下一秒小浣熊却变得面目可憎起来，直接向我发动了攻击。1级基础剑术发动，一道迅捷的剑光闪过。系统提示：已击杀了独角浣熊，经验加。这只是教程里的小怪，所以基础剑术也可以轻松秒杀。这消耗了2点魔力，我只有10点魔力值，所以我只能使用技能5次，必须要保留魔力。随着剑光的一次又一次闪过，小浣熊接连倒地。终于升级的提示声传来，你升到了2级，生命值和魔力值已全部恢复，剩余待分配属性点2。时机真是恰到好处，正好补满了我消耗的魔力。但下一秒我竟然又跌回了1级。系统提示：由于你拥有先知者指南，所以你的升级将比别的玩家更加艰难。拥有先知者指南就会被剥夺等级吗？真不知道这样子我什么时候才能升级，也太荒谬了吧。我急忙调出属性面板，但是等等，很奇怪的东西混了进来，剩余属性点竟然还在。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这不是惩罚，这是 bug 一样逆天的奖励啊！每升1级都需要比上1级更多的升级经验，所以这简直是一种更加高效的获取属性的方式。想不变强都难。随着我不断的杀怪和不断重复升级降级的过程，剩余属性点也不断增多。但随着猎杀的继续，森林中的小浣熊也渐渐更难找到。理论上来说，力量和敏捷才是剑士的最优选择，因为力量越大攻击力就越强，敏捷和反应能力更是如此。但现在我最需要的反而是感知能力。小浣熊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并没有击杀难度，难的是如何在60分钟内找到它们。我把属性全分配到感知，现在找到它们就容易多了，因为我有20点的感知，甚至可以微弱的感知到气这种能量的存在。系统提示：你击败了所有怪物，隐藏任务已激活。任务要求：击败等级2的独角浣熊 BOSS 阿尔法，
我震惊地看着突然出现的 BOSS， 他现身的一刹那就朝我飞扑了过来。我匆忙侧身翻滚躲避，他的速度很快，冲脚的破坏力看来也十分惊人。我暗暗叮嘱自己要冷静，虽然他和那些教程怪物不同，但依然只遵循最简单的行动逻辑。他的冲撞轨迹太单一了，侧身闪过的一瞬间，基础剑术发动 ，BOSS 被拦腰截断。只要冷静躲过冲撞，想要击杀他并不困难。毕竟我的真实等级其实有7级。系统提示：你击杀了 BOSS 阿尔法，完成了隐藏任务，已完成本教程。我长舒一口气，虽然没料到会花费这么久的时间，但一切都结束了，对吧？下一秒，更多玩家的身影却再次映入我的眼帘。我又被传送到一个新的区域吗？大厅的公告也在此时响起，欢迎大家，你们已经完成了新手教程，这里是塔楼的大厅，你们现在41256区域，一个大厅。我环顾四周，一共有14个男人和11个女人，这些都是完成教程的人吗？每个人的慌乱此时都显得那么无力，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吧？毕竟只是一天，整个世界都变得完全陌生了。换成是我，如果不是提前知道世界末日会到来，也会惊慌失措的。也有一些表现还算不错的，比如眼前这个金发妹子蔡依雪。正在她怀疑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时，一只身穿燕尾服的兔子回答了她的问题：这里是末日之塔。嗨，大家好啊，我是最可爱的低层塔管理员坎博斯。众人皆被兔子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纷纷问责是不是他把众人带来了这里。只有我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如果这真的是世界末日，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这时坎博斯立刻激动起来，好问题，你们24个玩家都是被选中，要以生命为筹码参加这场试炼的人。现在地球上所有人都在塔内，你们要做的就是团结一致，攻克每个楼层，最终爬到这座塔的最顶层。我急忙再次询问，那是不是只要我们爬上了最高层，就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兔子坎博斯无所谓的摆手，那种东西我可不知道。那爬这个塔还有什么意义？一定要在这种事情上寻求意义吗？反正如果不去爬塔，等待你们的只有死亡。顺便说一句，已经有很多人死掉了。听着他轻描淡写的说出死亡的威胁，所有人都沉默了。虽然教程已经相当简单，但想想也知道一定会有人会死在新手关卡里。但是坎博斯接下来的话更加让人震惊，你们有人想要杀死我吗？我需要通过死亡来返回自己的家，帮助我的人将得到特别奖励，有志愿者愿意吗？所有人都在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陷阱。虽然他外表看起来并不强壮，但55级的标识却说明他绝不简单。我决定静观其变，但下一秒指南竟然发出提示，帮助下层管理员坎博斯回家。难道要我攻击那只兔子吗？至今为止指南给出的指示都是正确的，但现在要继续听从吗？该死，怎么想事情都不可能如此简单吧？我该怎么做？就在我犹豫之间，一名玩家走了出来，我来杀了你，既然你那么想死，就不要后悔。说着他拔出背后的长剑劈。兔子只是怔怔看着他，好像真的只是在等待剑锋切割掉他的头颅。但下一秒，一只巨大的拳头先一步砸破了那名玩家的面目，鲜血激射而出，众人皆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好可怕呀！坎博斯的声音依旧软萌，但身体已经变成了3米高的肌肉爆炸兔。还好我可没说自己不能反击，众人皆被吓得不知所措，四散奔逃。我也陷入了迷茫之中，难道指南欺骗了我？坎博斯又变回了软萌的形象，再次发出邀约，还有志愿者吗？还有人愿意杀掉我，帮坎博斯早点回家吗？指南为什么要欺骗我？那种肌肉爆炸兔真的可以战胜吗？我眼中金光闪烁，系统提示：先知之眼已解锁。先知之眼允许你查看其他人的状态窗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解锁？此时先知状态界面已经拥有了2个技能，在先知之眼发动的一瞬间，坎博斯的一切都尽收我的眼底。原来如此，我心下大定。兔子仍然在引诱玩家继续攻击，我举手出列，我来帮你。兔子抚摸着下腮沉吟道：原来是等级1级的李浩英先生啊。我反问道：只是做一场好人好事，等级高低重要吗？说得对，当然不重要。兔子摊开双手，那就麻烦你送我回家吧。此时蔡依雪反而站出来劝我，不要这样，太危险了。你刚刚也看到有个人死了吧？其他人也附和着希望我不要鲁莽。别担心，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一会你们就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我再次握紧剑柄，兔子软萌的外表只是欺骗，下一秒它就变身为爆炸兔向我袭来。我却盯着巨大的拳头不闪不避。从进入房间的一开始，坎博斯就说我们24个人，但我十分确定自己数过是25个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错误。他55级的标示等级和强壮到反差的爆炸力量都是刻意为之。他利用了人群的恐惧。指南并没有撒谎，但坎博斯也没有撒谎，因为这里从一开始就只有24个人，而那名倒下的玩家只是坎博斯从一开始就安插的幻想。长剑势不可挡地击破爆炸兔的身体，这都是坎博斯的个人技能。站在这里的兔子从一开始就只是全息幻想，只要造成伤害就会消失。坎博斯的身影渐渐消散。李浩英，你做得很好。对于那些有勇气的人来说，愿好运永远眷顾他们。一颗属性珠掉落了下来，我将其捡起。这也是一个幻象吗？还没等我仔细检视，同伴纷纷询问我，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回答道，当那名死去的玩家倒下时，我看到血液穿过了蔡依雪的身体。如果那是真实的，她现在应该全身都是血，但她身上并没有血液残留。在那种当口下，没有人能够冷静到再去关注这些细节，所以这是我事后编造合理的谎言。但总也好过上来就跟一群陌生人全部袒露底牌吧。一名身穿虎纹背心的壮汉走了过来，站住！那东西给你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你只是恰好走了狗屎运而已。如果我注意到了，早就提前站出来了。这是什么逻辑？既然都承认自己没注意到破局点，现在却好意思出来抢战利品吗？他继续道，大家都同样完成了新手教程，只有你还停留在1级，所以你要么虚弱到无法战斗，要么就是逃跑了。
你这样的弱者早晚会死在这里。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臣服我就为你提供保护。这个等级4级叫金世勇的莽汉，他是认真的吗？这种傲慢实在让我啼笑皆非。我直接握碎了属性珠，星星点点的光芒融进了我的身体。恭喜获得一个属性点。抱歉，屈服不是我的爱好。这时他脸上挂不住，直接就向我发出了挑战。从经验上来看，远离这种人是最佳策略，但这种策略真的可以维持多久呢？此时大厅再次响起公告，分发初始金币，可以用金币在商店购买物品，额外的金币将会根据教程中狩猎数量给予。本区域中此次获得最高金币为7400，这直接打断了我跟他的争执。所有人都在好奇谁是那个获得最高金币的幸运儿。等级4级的金世勇也只是获得了1400金币，我可不能告诉其他人那个榜一就是我，因为他们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嫉妒了。金币能做的事情主要有3件，一是在商店购买物品，2是可以提高技能等级，3就是可以提高属性。我将自己所有的属性全部提高到了20，还剩下4600金币，再花100金币买了一身服装，毕竟也不能一直穿那套健身房的衣服。正在我忙于自己的实力建设时，蔡依雪竟主动走了过来，想要得到我的一些建议。为什么要向一个1级的人寻求建议？他则直言是我的勇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先知之眼中，我可以清晰看到他的属性和金币数。于是我询问他一共获得了多少金币，他如实的回答800。在线下人人自危这个当口，这份诚实真是少见。他是一名稀有的治疗师，这个职业无论在哪里都很吃香。15点的初始感知也可谓优秀，但4点的耐力太差了，这会严重影响他的发挥。所以我直言他应该侧重先将耐力点到正常数值。他竟也全盘接受了我的建议。此时公告再次响起，1楼任务即将开始，请尽快创建自己的3人小队，没有组队的玩家将被随机分配，时间30分钟。竟然一层开始就是组队任务，这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此时大厅普遍都是2到3级的玩家，4级已经是高等级，但1级的玩家却只有我一个。在大家忙于互相组队时，与我先达成组队的竟然是蔡依雪，一个3级的治疗师要跟我组队，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但是当我向其他人发起邀约时，他们却都拒绝了我。即使队伍里已经有了1名治疗师，1级的我在他们眼里也这么可怕吗？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找到愿意组队的队员。好吧，那么系统随机分配的队员会是谁呢？一层任务已经开始，实在是太不走运了。我一个1级的玩家根本没人愿意组队，但是想到金世勇这样一个4级玩家比我还不受欢迎，竟让我忍不住偷笑出声。他仍然是满脸欠揍的表情，我太倒霉了，竟然和这么一个下等人一起组队。看什么看，你这个小子！我忍不住心想，真的有可能跟这个人合作吗？不，应该说，我必须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为了在这里生存，我必须跟他合作。任务：消灭狗头人部落，时间12小时。金世勇在任务一开始就打算抛弃团队，独自完成任务。现在你们都是等着躺赢被我带飞的混子，就不要唧唧歪歪，只要不碍眼就行。我叹息一声，看起来寻求合作的意图根本无法达成，只能先任由他发挥了。丛林内蚊虫密布，队伍行进途中，金世勇就一直不停抱怨，但身体柔弱的蔡依雪却反而没有丝毫怨言。凭借高超的感知，我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狗头人的身影，等级居然高达5级，和肌肉虬结的身体都张示着远超教程怪物的实力。妹子询问我应该怎么做，我提议先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最好先确认周围其他怪物的位置。但下一秒，一道粗鲁的喊叫打破了寂静：“你就是一直躲着的懦夫，所以你才一直停留在1级。”是金世勇，真是毫无策略，全靠马。他重重的一拳砸向了狗头人的面庞，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大。怪物被惹怒了，一人一怪乒乓作响站在一处，真不敢相信他就这么莽撞的冲了上去。但好消息是在我的感知内还没有出现其他的狗头人怪物。蔡依雪是一个充满团队精神的治疗师，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支援。金世勇的力量值高达24点，在治疗的加入之后，战斗已经稳操胜券。但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如此高额的力量数值造成的伤害却很低，难道是怪物有着其他的弱点吗？狗头人的防御有些偏高了些。先知指南再次发来讯息，狗头人是被动怪物，除非被激怒，他们不会主动攻击。哈，这是不是意味着金世勇反而捅了马蜂窝呢？但乐观点想，我们终究要面对这些怪物。现在如果能抓几只研究，正在我凝神思考之际，战场的变动引起了我的注意。只见一道能量凝聚在金世勇的拳头，一级实拳发动。虽然被狗头人敏捷地躲了过去，但强横的威力还是将旁边的树木拦腰截断。好巧不巧，树干砸中了战场之外的另一名6级狗头人，他愤怒地跃入战圈，2打1，战局瞬间变得对金世勇十分不利。该死的李浩英，怎么还不来帮我？那个失败者独自逃跑了吗？就在他分神的一刹那，狗头人的袭击瞬间而至，蔡依雪放弃了后排治疗，拔剑救下了他一命。但不善战斗的蔡依雪却脚下踏空，绊倒在地。糟了！千钧一发之际，一颗苹果落在狗头人头顶，一柄长剑划破苹果，顺势继续斩击在狗头人躯体之上。一级基础剑术发动，狗头人的后颈突然出现巨大的创口，鲜血泼洒而出。防御惊人的狗头人竟然被一击秒杀，已击杀了6级狗头人，经验价。果然，我的猜测是对的。从进入这里我就在好奇，这里的虫子如此猖獗，却根本没有碰这些树上的水果，这太不对劲了。这些苹果其实是毒苹果，而指南随后的提示更是证实我的猜测。狗头人毒性免疫特别低，可以从山上收集毒药来对付它，所以这场任务的关键恰恰是这漫山遍野的毒苹果。虽然及时赶回救下了2人，但2人的反应却大不相同。蔡依雪毫不吝啬感激和赞赏，
但金世勇的反应就有些不同了。你这个失败者，你就是搭便车罢了。你躲在角落里，等我快打败他们时才出来抢人头。我傻眼的看着他在胡说八道些什么？看着他骂骂咧咧离开的背影，真是不知所谓。而且他甚至搞不明白大厅里的人为什么会对他采取那种态度。他以后的日子只怕会更难过。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在金世勇充满男子汉气概的选择和狗头人硬刚时，我和蔡依雪却在使用毒苹果愉快的刷粉。混蛋！我金世勇，最伟大的勇士，宁浩要响彻这个国家的英雄，怎么会输给你们这些卑微的怪物？真是讨厌！他们为什么看起来打怪那么轻松啊？可恶，痛，太痛了！谁来帮无敌的勇士金世勇大人啊？就在他再次陷入险境与绝望之时，一道剑光清空了包围他的狗头人。我向他伸出援手，我 carry 带你飞的感觉如何呀？他瞬间转变了一副面孔。李浩英，你就是我的铁哥们啊！你已经清空了狗头人部落，返回大厅。走出传送门的金世勇满脸黑线，一些不好的回忆疯狂折磨着他。我竟然跪在了那小子面前发誓效忠，这种事情绝对不能传出去。但我金世勇是个男人，不能食言。蔡依雪环视四周，难道我们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队伍吗？太棒了，真是多亏了你的观察能力。我谦逊地表示，其实更多依靠的是伙伴的支持。身怀指南在身，让我有种作弊抄小抄的感觉。随后另外2支队伍平安回归，看来他们也在最后发现了毒苹果的窍门。这时受伤的几支队伍也陆续回归，遗憾的是很多队员已经折损。大厅公告再次响起，一层任务已全部完成。公告声一遍遍响起，所有人的心都渐渐沉到了谷底。只有这些人生还吗？除了我们小队3人，只有13人生还。如果要爬上塔顶，又要有多少人死去呢？开始计算任务奖励，保持全员生存和第1名完成任务的队伍，每人奖励1000金币。我总共得到了2000金币，与教程关卡相比，收益已经显著降低。或许这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无论如何，金币是我生存的保障，要不断攒金币才行。所有人都在关心是哪支队伍获得了奖励，这种事情也根本瞒不住。我准备承认了，但金世勇却抢先了一步，是我们，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要太难过了。他还是这么嚣张，我猜他已经忘记了被狗头人暴揍的事情了，但这样也好，可以掩盖别人对我的关注。瞧瞧他，只有2级，肯定是躺赢了战斗，他一点都不羞愧吗？什么都没做就得了2000金币，我耳朵又不聋，这些窃窃私语都这么不掩饰了吗？看起来事与愿违了，对我的关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平添了无数敌意。蔡依雪忍不住要为我出头，我制止了他，怀疑是不需要理由的，除非我真正将事实展示给他们，争辩只会是浪费时间。此时幸存的1名小队队长金俊成站出来鼓舞士气，毕竟前方还有很多战斗，现在就陷入这种内讧争斗毫无意义。为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我们要继续前进。看起来他确实拥有领袖的潜质，只是短短几句话就带动了气氛，人群终于再次振奋起来。但下一秒，大厅的火把焰蛇猛捅，光芒明暗不定，整个大厅不断响起警告声。检测到一层 C2567 区域存活人员低于平均值，惩罚任务实施，警告一连发送3遍。所有人都变了脸色。死亡任务开启，请选择1个人执行死亡任务，时限5分钟，时间结束时未投票则视为投给自己。只是系统公告下发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意识到那个被派去执行死亡任务的人下场只有一死。倒计时如同无声的催命符，恐慌肆意在人群蔓延。等等，大家等等，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投给自己，那就没有人执行死亡任务了呀。没想到蔡依雪的反应竟也出奇的快，她劝说着每个人想要让大家自投，但只是下一刻她的话语就遭到了质疑。如果那样导致所有人都死了，谁来负责？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但此时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阻止这一切。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第一个承受不住压力投降的人出现了。我选他。顺着他的手指方向，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了一处，竟然是我吗？随着倒计时的结束，此刻我头上的选票竟足足有15票，16人选1人进入死亡城府，竟然有15票都投给了我，该死！仅仅是因为我是这里等级最低的玩家吗？在他们看起来，弱者遭受欺侮是理所当然的，殊不知我才是实力最强那个人。更让人没想到的是，我也给自己投了1票。就当第一个投票指向我时，众人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匿名投票，这太残忍了。蔡依雪继续呼吁大家自投，因为现在只有1个人投给我，还存在转机，但我却知道一切都晚了。不光是因为信任一旦破裂就无法弥补，而且考虑到先前众人对我的嫉妒和敌意，只要出现第一个撬动人心指控我的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即使是在有良知之人也会遵循破窗效应而落井下石。果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头上的票数不断增多。在危险来临之际，他们已经丧失了强者应该保护弱者的观念，撕掉了虚伪的面具，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在倒计时的最后1秒，向我投下最后1票的是金世勇，他应该憋得很辛苦吧？为了避免我泄露出他的糗态，忍到最后1秒才暴露对我的恶意。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世界末日究竟是有关生存的严峻考验，还是人心最后的沦丧？但事实告诉我，真实的世界末日就在此时此。死亡任务传送门开启，献祭的羔羊已经选定，祭坛已经搭建完毕，人群再次戴上愧疚却解脱的面具。我别无选择，只能踏上苦路。但是踏入传送门后的我却露出了笑容，因为这苦路之巅却并非绝路。先知者指南提示，建议参加死亡任务，你很有可能完成任务，任务的奖励绝对会让你满意。所以这不是陷阱，而是一场令我愉悦的款待。已经无暇欣赏众人那有趣的表情了，因为这里面大概只有蔡依雪是真正为我伤心的。金世勇在我离开之后就宣扬通关狗头人部落是他的功劳，而我不过是躺赢的混子。
蔡依雪的争辩此刻显得那么无力，即使他搬出我对金世勇的救命之恩也毫无用处。眼见无法说服众人，他只能相信我能从死亡任务中活着回来，因为这也是我对他的承诺。而另一边，我已经身处惩罚副本之中，是白天的狗头人部落吗？但昏暗的色调和四处啼飞的乌鸦，却跟原来的景色完全不同。提示：狗头人部落的狩猎队伍已返回营地，死亡任务马上开始，杀死愤怒的酋长和狗头人战士。12级的狗头人首领，加上为数众多的部落战士，是确确实实的死亡任务。但好消息是，指南提示中他们依然抗毒性很差。我将毒苹果汁液涂抹在剑刃上，如果这次选中的不是我，恐怕谁进来都会是一死。2级基础剑术发动，长剑挥舞中轻松收割走一只又一只狗头人。真庆幸进来的人是我，所以一切的结果都将不同。我虽然只有2级，但属性点已经远超12级的狗头人。现在所有的小卡拉米都已经死亡，只剩下最后的 BOSS。让我们来看看死亡任务的 BOSS 怪物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吧。雄壮的身躯和锋利的双刀已经昭示着他的不凡。我大步七进，借前冲之势发出蓄力一击，冰刃格击的脆响传出。只是接触的一刹那，我就感觉到力感不对，他竟然在格挡的一瞬间就拉开了身位，通过躯体的小幅摆动卸掉了我的架势，真是令人吃惊。他已经有如此强的战斗智慧了吗？但下一秒他竟转身就跑。你是真的狗啊！还好我的属性是水桶加点，敏捷足够优秀，我快步赶上，长剑直击他的后背。狗头人首领的血量迅速狂降，战斗结束的意外迅速啊！但战斗难度低对我来说应该是好事吧。我再次挥剑，但无往不利的斩击却没有立功，完全没有破皮。他的防御力怎么突然这么高了？此时被云层遮蔽的红月投下清冷的光芒，狗头人首领眼中的红芒闪动，下一秒一道迅捷无比的斩击直接命中我的胸膛，鲜血大片泼洒。我被突然的变故打得措手不及，他怎么突然这么快？而此时在另一边的大厅内，金世勇在我进入传送门之后又变得嚣张跋扈，哈哈，那么以后就由我金世勇大人带领大家走出这座塔吧。人都死了，你还祈祷什么？蔡依雪不满地反诘道。即使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你也该有点良心。如果李浩英真的回来了，你要怎么办？正在两人不断争吵之时，传送门的光亮却再次闪现。蔡依雪停下了争吵，充满期待和忐忑地望向那里。一道身影终于慢慢显现，胸膛上可怖的巨大伤口也在离开副本的瞬间缓缓治愈。只是这就足够让人想象门后究竟经历过怎样残酷的战斗。我回来了。先知者指南的提示稍晚了一步，当狗头人酋长眼睛变红时，能力会暴增，请注意红眼。但此时身受重伤的我已经退无可退，必须立刻止血。他的血量只剩下27%，并且还在中毒状态，只需要一击我就能杀死他。但我的情况也是如此，鲜红的匕首不断在我瞳孔中扩大，只要再被打中一次，我就会比他早一步死去。我强忍疼痛低身躲避，巨大的树干在他激增的力量面前如同豆腐一般脆弱，我的剑根本破不开他的防御。我要怎么战胜他？一道灵光闪现在我脑海，剑虽然劈不开一扇墙壁，但尖细的铁钉却可以轻松穿透它。虽然基础剑术里只有挥砍的动作，但我未必不能用刺来洞穿狗头人酋长的防御。时不我待，我现在属性完全被他压制，只有冒险一试了。借助他自身冲击的惯性和我的体重与臂展，加上长剑的长度，聚焦在一个点上，我甚至觉得在那一刻感知到了气的流动。狗头人酋长双刀纵跃，我的机会只有一次，犹豫就会败北。我抓住了那一刻闪现的不治心灵，长剑比双刀更先一步触碰到对方，狗头人首领的躯体被直接洞穿，我赢在了那10公分武器的长度。系统提示：领悟刺激已添加到2级基础剑术，你已经完成了死亡任务。在我身影出现的一瞬间，蔡依雪就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满眼泪水的朝我扑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但一个强壮的身形却直接撞飞了他，竟然是金世勇。他还抱住了我。浩英大哥，我一直都相信你会回来的。我满脸恶寒，他还在疯狂表忠心和拍马屁。该死！如果可以，我真想揍得他屁滚尿流。而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会安全返回的众人，则是脸色难堪的扭过头去。没想到你会活着回来，那你一定在死亡任务中得到不少经验吧？可为什么还是2级呢？我脸色冷了下来。他们依然在认为我是靠好运生存下来的。从我孩童时代开始就一直这样，因为是个孤儿没有靠山，所以就算每门课程都拿 A， 也只会被人讥讽是作弊而来，毕竟不会有人为我出头。所以看到我这种无法自保的弱者，上去踩一脚也不会有什么风险，不是吗？人的恶意有时就是如此轻易，这些我都已经很熟悉了。人绝对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偏见，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解释只会换来更多的攻击把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你们怎么能一直怀疑李浩英先生？他不是已经证明自己从死亡任务中生存下来了吗？他还是这么正义感十足啊！但这些只会换来别人对死亡任务难度的轻视。但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金世勇竟也突然站了出来。优大姐大说的太对了，你们这些混蛋，不为我大哥举行欢迎仪式就算了，一个个的从一开始就在一直破坏气氛，真是令我无语的展开呀！然而这种闹剧却冲淡了我心中的不满。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一起在这里生存下去。我也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活着。既然这样，看起来也有必要向他们展示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了。我叫停了众人，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我从储物空间中唤出坚韧之剑，这把血红色的剑是杀掉狗头人酋长后的奖励。等级罕见，特性攻击力加 15%， 这直接惊呆了众人。在所有人都是一身白装的现在，这种品级的武器堪称神器，这是比言语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金俊成也终于站出来发挥他的领导才能，确实是一件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战利品。你竟然一直还带着毒苹果，就像蔡依雪说的，你十分了不起。
这件武器远比经验和等级更有利于我们的生存。我黑着脸打断了他的发言，你是说我们的生存吗？但是你们好像都忘记了，是你们逼我去送死。人群瞬间沉默了下来。过了一刻，黄发李俊浩缓缓走出质疑，你说的对，我一开始只是认为这项任务既然无法避免，但还是抱着无论是谁只要不是我就好的想法，把票投给了你，就像是约定俗成一样，把所有的票投给了等级最低的你，即使明知道那是必死的任务。我真的很抱歉，但我也真的很高兴能看到你活着回来。气氛再次尴尬，一道不和的声音打破寂静，说这么多干嘛？反正最后还是要有人去，你最后不是还带回一件奖励物品回来了吗？这样不是很好吗？李俊浩喝问，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就一点都不内疚吗？你没资格说我，你不是也投了票吗？眼见争执再起，我伸手打断了他们。我现在不是要责备你们，而是要告诉大家这种事情绝不能再次发生。你们在死亡投票时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这座塔想要分裂我们，让我们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甚至躲在背后以此为乐。我的话使人群再次陷入了沉默，所以我相信我能活着从死亡任务中回来是一个机会。我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行为可以违背塔的意图。金俊浩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我的观点，所以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我心里暗赞，真是一个好捧哏，完全懂得什么时候插话。我再次提高音调，我将寻找让大多数人幸存的方法，并且攀登这座塔。我们会越爬越高，等到有一天我们爬到最高的楼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回我们的生活，不是吗？人群的情绪完全被调动了起来，蔡依雪也大声疾呼，所以我们大家必须携手合作，才能达成这一点。说得非常对，就是要保持这种斗志。塔在利用恐惧来分裂人心，那么能够对抗恐惧的武器只有一种，那就是希望。希望永远比恐惧更有力量。但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突然闯入大厅，多么令人振奋的演讲！但是很不幸，这是一个生存游戏。众人皆朝着声源望去，是低层管理员坎伯斯，他竟然没死，但他这个时候出现。你说的生存任务，别告诉我是，你反应真快。坎伯斯露出兴奋的笑容。这次2层的任务将会在本房间内的16名玩家中展开。任务名：皇家巴蒂。放轻松点，这只是低层塔，所以游戏也比较温和，所以振作些好吗？这么快又要开始新任务？坎伯斯已经开始介绍起游戏规则。规则1，在2层任务中将会有16名玩家和16名分身，所以一共有32个人。规则2，任务完成条件：清除所有的分身。很简单不是吗？不过分身不仅会有相同的属性，也会有相同的记忆，所以最好小心一点。但是最重要的是第3个规则，玩家杀死分身没有任何奖励，但玩家杀死玩家就会获得点数和金币。从另一方面说，这对于你们而言也是一个机会不是吗？这是什么狗屎的机会，分明是要我们自相残杀。坎伯斯打动响指。最后一点，每30分钟没有杀戮，所有人都会被召回大厅，接受巨大的灾难。随着规则的解读完毕，一道传送门出现在大厅之中，一只巨手缓缓出现。下一刻，身高数丈、青面獠牙的巨兽显露了身形。等级3个问号，他竟然想让我们对抗那种怪物吗？翻译不易，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2层的生存任务开启，16名玩家需要击杀16名分身，每名分身都继承玩家的能力和记忆，光是分辨他们已十分困难，而且只有玩家杀掉另一名玩家时才有奖励。我心里十分清楚，这座塔想要玩家自相残杀的恶意已经毫不掩饰，不仅击杀所有分身任务才能完成，而且每隔30分钟没有杀戮就会召回所有玩家接受惩罚。可为什么任务才刚开始，惩罚就已经降临？那只青面獠牙的巨怪只是现身的一刹，就让整个大厅颤了3颤，拳风所及，无数沟壑耸立。这真的是1层玩家能够对抗的天灾吗？人群已经完全陷入了恐慌和绝望。我纵身救下一名2腿发颤的玩家。该死，任务还没开始呢，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联想到坎伯斯一开始的表现，他是不是依然在使诈？但等我目光扫过坎伯斯时，却发现连他也在瑟瑟发抖。这只兔子究竟是不是在演戏？但我能拿生命做出来赌这次机会吗？金俊成的远程攻击落在巨怪身上不痛不痒，这次根本不是全息影像。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减员，蔡依雪也在拼命救助他人，但这种情况绝对无法持续多久。巨怪的攻击再次到来，我大喊让所有人躲在后面。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如果不能在这里阻止他，那所有人绝对都会死。我心里清楚，在这里我的实力最强。如果同时使用坚韧之剑和刺激技能，这是我理论上目前能够打出的最强攻击了。无论这只巨怪能不能被打败，我都只能拼尽全力一试。我将全身的力量汇聚于一点，朝巨怪的手掌轰去，光芒刺动。有效果了吗？所有人也都怔怔地看着这一幕，继而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欢呼。巨怪真的被我打散了吗？我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系统提示：你使用了超出极限的力量，3分钟内处于精疲力尽状态。该死！我整个身体仰面跌落，连眼皮都变得沉重起来。等我再次睁开眼，疲惫状态已经解除，所有人全都担忧地围住我。黄毛李俊浩更是泣不成声，真不敢相信前辈你原来这么强，却表现得如此谦卑，就连最后一刻的昏厥仪式都表演得如此完美。他在发什么神经？我忍不住询问那只巨怪呢？他已经被遣返了。兔子坎伯斯又欠揍地跳了出来，刚刚只是提前体验的开胃菜，他还是改不了这种恶趣味。但是你们的表现实在是太无趣了，
尽管身处险境，你们却还是对身边人太过友好了。事实是每隔30分钟必须有杀戮，这就意味着站在你们身边的人，也许是会杀掉你们的人。坎伯斯毫不理会众人杀人样的目光，传递信息完毕就传送离开。这次任务塔的恶意如此明显，我们真的不能做些什么吗？有人提议做记号区别，但立刻就被别人否定。考虑到分身会共享玩家的记忆，这种措施确实是无用功。正在众人陷入茫然无措时，我却开口道：“我倒是有个想法，不如这次任务只允许我杀人如何？”我的提议直接震惊了众人，你们什么都不要做，只要找到最高的位置集合就可以了。如果有人擅自动手，就一起打败他。我的提议自然第一时间就遭到了质疑。虽然刚刚所表现出的实力已经征服了众人，但依然会有人担心我会为了奖励而胡乱杀人。但出乎意外的是，金俊成竟然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这种方式确实会将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你提议由你来执行，是你有能力辨别分身吗？那是当然。计划比预想的顺利，其中金俊成的支持至关重要。2层任务正式开启，所有人又再次被传送入密林之中。金世勇此时骂骂咧咧地走在集合的路上，但下一刻脚步声在他周围响起，他迅速躲在了树后。出来吧，金世勇，那棵树可藏不住你。他打着哈哈奉承地走了出来。大哥，我本来还以为你是分身，但下一秒剑光闪过，他的身体直接被长剑一分为2。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杀他，但这样的一刀多少夹杂着我的一点私愤。在任务开启伊始，指南就向我发送了讯息，第一个在感知属性上达到一定水平的玩家将会奖励完美感官技能，这项技能有助于识别分身。老实说，就在我开口说自己可以识别分身时，其实也没有多少信心。我对先知者指南还没有足够的了解，状态窗口究竟会不会标识分身只是未知猜测。但就在我不断将金币投入感知属性，在消耗了1半金币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完美感官的技能，它允许我在周围一定范围内获取对方的详细信息。这种感觉十分神奇，像是刷新了我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所以即使我离金世勇足足有500米距离，却可以清晰地听到他的抱怨。但让我确定他是个分身的原因，却是那无法掩盖的独特臭味。所以这才是指南说完美感官能够识别分身的原因了。系统播报了分身被击杀的讯息，一直在金世勇死掉之前，他都扮演得如此熟练，这让我心中多少升起一丝不适。难道分身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吗？但此时我别无选择，希望大家都会听从我的建议，在集合之前不要出什么意外。但下一秒系统提示1名玩家死亡。什么？分身已经开始杀人了吗？还是说是其他玩家这么做的？必须尽快找到凶手。我登高望远，但就在我再次击杀一个分身之时，又一名玩家的死亡却如催命符一般响起。该死，是谁？一道身影出现在我眼前，找到你了，凶手！我毫不迟疑急掠而过，分身再次被我击杀一个。我一直最担心的是我自己的分身会和我抢着杀人，那样任务就单纯变成了我们2人之间的杀人竞赛，情况就会棘手很多。但好消息是凶手不是我的分身，我也赶在他杀更多人之前结果了凶手。至于被杀掉的4级玩家李秉哲，只能希望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但是等等，我仔细检视他的伤口，不是剑伤，不是这个分身杀的人吗？凶手另有其人，这是弓箭的贯穿伤。谁躲在那里？我急忙躲在树后，在我超强的感官之下，我终于看清了远处的身影，竟然是金俊成。他也被弓箭伤到了后肩吗？站住，李浩英，我也不想怀疑你，但你现在有可能只是一名分身，所以请你保持安全距离。他很谨慎，我让出身后倒下的身影。我刚刚击杀的是一名分身，这还不足以证明我的身份吗？闻言，他放下警惕，小心我的分身。说完，重重地倒在地上。我急忙上前，待情况略有好转，金俊成向我说明了一切，并且对自己放跑了分身表示抱歉。一想到他的分身仍在外面杀人，他就自责不已。但突然之间，2道身影朝我奔跑而来，是李俊浩和蔡依雪。太好了，你们都还活着，竟然这就已经死了2名玩家。你受伤了吗？我来治疗你。我拔剑拦在了蔡依雪的面前，退后。他们2个都是分身，3人同时变了脸色，李俊浩更是直接拔剑而上。我太失望了，李浩英，你还对死亡任务耿耿于怀吗？我本以为你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呢。我不为所动，但一个疑问同时出现在我脑海：如果分身真的可以继承玩家记忆，那么蔡依雪的分身一定是了解我的真实实力的，他们为什么还敢直接出现在我面前呢？还未等我深思，蔡依雪已经从我背后发动了袭击，李俊浩的攻击也接踵而至。我飞身闪过，但身在空中，一道利剑飙射而至，堪堪擦破我的面庞。竟然是金俊成在我的背后偷袭。我本以为这场伏击应该10拿9稳的，不过现在3对1，胜算依旧。他的眼中竟然闪烁着我从来不曾见过的嗜血。翻译不易，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做一个好人，还是成为一名杀神？好人无嘉奖，杀人却可通神。没想到有一天这个选项竟会摆在我的面前。任务开始时，我以为只有我自己的分身才会是劲敌，可还没有和他碰面，我就陷入了另一种危机。任务本就在诱使玩家之间自相残杀，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踏上杀戮之路的竟然是一直表现和善的金俊成。他以前的职业是远洋渔船的渔夫，但与其说他喜欢钓鱼，不如说他更喜欢向陌生人抛洒人鱼钩，看着那些落入他陷阱的人绝望挣扎，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在他向我偷袭的那一刻，伪善的面具终于揭露，得意而残酷的笑容不再隐忍。糟了，有点太兴奋了，我十分好奇你现在什么感觉？背叛、绝望，还是说愤怒呢？但我平静的神色却让他十分不爽。难道说你早料到了？他确实足够机智，实力也十分强悍。虽然我从状态窗口处已经发现了他短时间能力暴增的嫌疑，但还是耐心的等待他主动暴露。
为什么要这么做？金币和奖励就那么重要吗？甚至为此不惜杀人？他再次桀桀怪笑起来。看起来你得到了塔的垂青，竟然这么特别的能力都有，但杀人也需要理由吗？更不必说这里没有任何惩罚，只有奖励。这么美妙的世界，我比你更加适合生存，又怎么能不杀人呢？言语未毕，他又是一发箭矢射来。联想到他之前的表现，那种友善和充满领导魅力的笑容，是我想错了。他根本没有不得已的理由，只是戴着面具强忍着欲望罢了。他就是一个天生的带恶人，仅此而已。我避开箭矢，李俊浩和蔡依雪的分身也再次包夹而上。最强的一名战士和治疗师，如果再加上一名实力更强的远程弓箭手，这样的团队组合堪称完美。箭矢再次飞射而来，又是同样的围攻招式吗？但下一秒，我才意识到这次是双发连射，速度又快又近，他竟然也隐藏了实力。这3个人的实力放在整个团队里也都是最拔尖的存在。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2名分身的，但针对我的这次围攻确实准备的足够充分。金俊成的表情更加嚣张，已经胜券在握。他再次拉满弓，分裂剑，这应该是他杀人后得到的奖励吧？你们在干嘛呢？鱼儿上钩就快拉网呀！2名分身再次冲上，为他的远程射击创造条件。我默默发动完美感官，周遭一切变动全部尽收脑海。他们的确是很出色的组合，但是在压倒性的实力面前，所谓的团队配合根本毫无作用。我的属性远超众人，只是凸起葫芦之间，2名分身就全部被我斩下。玩家和分身人数14比11。金俊成不敢置信地看着这须臾之间的变故，冷汗浸透全身。下一刻，他扑通跪倒在地，大声讨饶：“求求你放过我！我被奖励迷了神智，我太想追上你的实力了，所以做了不该做的事。”他浑身颤抖，泣不成声：“就放过我这一次，所以你就去死吧！”变故突生，真是死性不改。我对此早有防范，一剑迅疾返销，身手分离。喜欢垂钓的渔夫终于钓上了一条自己也无法应付的巨鲲。玩家死亡，现在人数对比13比11。没想到最后真的杀了人，虽然对方是个变态杀人狂，但急促的提示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您杀死了杀生之路的挑战者，代替死者获得了挑战杀生之路的机会。什么杀生之路？踏上杀生之路，能力值大幅增加，并将获得分身们的帮助。成为杀星后会得到更多奖励。接连不断的提示音已经使我不知所措。血色的光团氤氲，最后竟幻化出了一名薄纱血精灵，伸出手向我发出邀请。是否挑战杀生之路？这就是金俊成获得分身帮助的原因所在吗？但比起那个，杀星的奖励也罗列了出来：传说级5具合技能，能力值大幅提高。杀星专属特性，竟然一下子就给出了这么丰厚的奖励，就怕人不心动吗？但是仅仅是杀死分身已经让我很不舒服了，因为知道他们不是人类才能毫不犹豫地砍下去，更不用提真正的杀人。我并不是被刻意制造的杀戮机器，也不是金俊成那样天生的疯子。想到以后面对玩家的机会越来越多，其中肯定会有走上杀生之路并且成为杀星的玩家，形势严峻。但即使如此，我依然选择拒绝。我不要变成那种滥杀的疯子。随着步伐的推进，终于看到了集合的大部队。金世勇更是一脸恶心样的表示担忧。该死！看到他那副尊容，竟使我怀疑，如果选择成为杀星，是不是也不错？强忍下这份恶感，我安抚起众人。玩家和分身混杂在一起的景象确实很难让人安心。现在怎么办？你真的能分辨出冒牌货吗？正在我回答之际，一道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飘来。大家都很听我的话，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浑身一颤，他果然出现了。我的分身虽然心里早有预备，但看到他顶着那张熟悉的脸，发出别无二致的声音，还是让我觉得十分不适。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了。所以我原本的计划本来是先干掉我的分身，但金俊成的出现打乱了计划。这次是我和分身之间的战斗，我失了先手优势，众人也急切起来。请说明一下你们谁是真的，都杀死了谁的冒牌货？我和分身对视一眼，这里的人有8个人是无法配对的，我只要说出我杀的5名冒牌货，就能让大家知道谁是玩家了。只要证明这一点，就能证明我才是真身。但是我们的声音却同时响了起来，除了李俊浩和蔡依雪是我们共同认可的真身，金俊成、全夏颖和李秉哲是分身认可的真身，金世勇、吴贤金和顾龙宇是我指认的真身。果然他在混淆视听，尤其是他关于金俊成和金世勇的指认，一下子让我落入了下风。分身先下手为强，考虑到金世勇，我和蔡依雪是一层就组队的，但碰见2人全是真身的概率究竟会有多高呢？而且如果按照那边的冒牌货的说法，金俊成就是假的了，这不就是在说是他自己杀了金俊成吗？大家想想，金俊成是谁啊？是我们区等级最高、实力最强，并且不断为大家加油打气，他才是这个区真正的老大吧？金俊成怎么可能被杀？而且就算他说的是真的，我们能信任一个杀人犯吗？我分身的论述引起了大家的认同，他应该并不清楚金俊成的死亡原因，但还是在有限的情报下做出了最好的判断和指控。该说这是夸我自己吗？分身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就拨动了人心的天平，形势已经对我极为不利，我被指控为分身了，众人的情绪也被点燃。30分钟的灾难倒计时更像是催命符一般，眼见事态即将失控，我大步走出队列。没错，是我杀了金俊成。分身目露惊诧，怎么，你放弃了吗？但下一秒，我拔剑而上，一击命中金俊成的分身。因为我掌握着一个情报，就连我的分身都不可能知道，那就是金俊成其实是叛徒，他才是杀害玩家的真凶。翻译不易，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本受大家排挤的我，竟被全员一致推举为领袖，没想到团队战就立刻遇到
一枪就秒杀了队伍中最硬坦克的敌对玩家。在全员冷兵器的现在，他从哪里搞来的手枪？就在我的分身试图混淆视听时，我已经毫不犹豫一剑朝金俊成砍去。我和我的分身之间最关键的争奇点就是金俊成的身份，但只有我知道金俊成真身死亡的原因。他是毫无人性的叛徒，留在这里的只是他的分身。他伪善的演技不仅瞒过了我，也瞒过了所有分身，所以即使是他的分身，也会选择戴上伪善的面具混在人群之中。但现在的局面已经对玩家十分有利，只要证实我杀掉的金俊成是分身，就足够证明我自己的真身身份。我的分身被金俊成的面具误导，我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听到我的呼吁，众人也开始犹豫起来，是现在就对我群起而攻，还是等金俊成死亡时确认身份？就在众人犹豫之间，那个一直就对我有意见的女玩家却站了出来。你这个混蛋，你的命怎么能跟俊成的命比？我现在就要杀了你！但下一秒的变故却让他瞪大了双眼。他的背后，那个被他信任崇拜的金俊成，竟然直接偷袭杀掉了他。玩家减员的提示声响起，金俊成分身终于压抑不住嗜血的本性，还是选择在身份暴露之前率先下手。他的脸上仍然是那熟悉的疯狂，但下一秒他也被人偷袭致死。一名躲在草丛的魁梧男人缓缓走了出来，安世昌，一名退伍特种兵，他竟然一直都埋伏在附近，而没有选择暴露在大部队中。分身灭亡的提示音传来，身份验证已经毫无悬念。安世昌更是直接对先前的怀疑致歉，并且询问我接下来的部署。局势已经逆转，这样就到了计划的收尾阶段。我的分身眼见大势已去，也第一时间选择了突袭。他继承了我的属性和记忆，所以这场战斗注定是场持久战。但这毕竟只是2层的低级生存任务，分身的唯一优势就在于混淆和出其不意。一旦玩家将之前积累的金币投入属性提升之上，就足以形成必然的微弱优势。只要身份真假再无疑义，战斗的胜负也可想而知。因为大家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强，即使战斗收尾时仍有分身试图躲起来拖延30分钟来召唤天灾，我也可以通过完美感官将他找出来消灭。任务终于结束了，最终还是损失了几名玩家，但这已经是理想状态下最好的结果了。安世昌看起来十分消沉，毕竟金俊成在此之前一直都是他的队友，今天可能是他进入任务后最失望的一天。但其他区域的情况可能会更糟吧，毕竟他们可没有像我一样有指南系统，也有可能很多人已经踏上了杀星之路。我现在开始相信指南选中我是有特别原因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愿意尽最大努力去帮助更多的人存活下来。安世昌再次来到我面前，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让更多的人存活了下来，但你仍然只有2级，是通过升级简迈尔换取了一项特别的能力吗？他真的十分敏锐、谨慎和决策能力也很出色，团队中有这样一个人，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大助。他再次郑重致歉，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金世勇倒是洋洋得意，大声吵嚷着是他第一个发现我的潜力，并且立刻明智追随的。哈，真是幼稚的争抢。但安世昌的本意并不仅限于此，虽然在发生过这些事之后，这个请求显得有些无耻，但我希望接下来可以由你领导我们。映入我眼帘的是11双期待的眼神，竟然又减员了4名。好吧，我接受。开始结算金币奖励，看起来每个人都获得了金币，金世勇更是获得了2000金币，已经让他手舞足蹈。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的奖励却足足有12500金币。随着金币突破1万的提示，还解锁了高阶商店。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此时的目标却十分明确：2级基础剑术提升。在对抗天灾时，我不知不觉中使用了更高阶的剑术，用5000金币去换取那样的一个技能，可真是物超所值了。这样我的购物就结束了。但我下一刻却转给了蔡依雪1200金币，她疑惑地看向我。我已经注意到，治疗师在结算时很吃亏，他的团队贡献度不比任何人低，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考虑到他以后发挥的效用和那份难以替代的信任，我们有必要互相帮助。这把他感动的不行，并且发誓一定会变得更强。我又向金世勇转了200金币，这立刻让他又是再次对我大表忠心。他的实力确实让我无法忽视，但更令我在意的是，如果仅仅只是一点小恩小惠，就能让一个讨厌的人不站在我的对立面，那这项投资也算得上划算。时间一晃，3层任务开启，围城战，而且还会遇到其他区域的对立玩家。这又是一项团队任务，进攻城堡，拿下圣坛。剩余时间24小时，竟然还每人发放了一个水晶石，标注着限时物品，仅限3层使用。又是一个互相厮杀的任务吗？只不过这次对手换成了其他区域的玩家，这太被动了。想到这里，我喊道：金世勇，你不是说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会听从命令吗？这立刻让他心中升起了不好的预感。在盘旋的山道上，金世勇吐槽着我的安排，他就不能直接说回归水晶，可以让死亡者回到初始地点吗？竟然让本大爷来侦查。不过他是说了会有100金币奖励吧？侦查什么的，既然不会死，碰到什么就一拳打飞吧。城堡的大门在他的10拳下一点点粉碎，在他踏进城堡的2秒后就再次修复。金世勇四处张望，城墙上有2名弓箭玩家站岗，那就是任务目标祭坛吗？大约有10名玩家守卫。他再次想起我的嘱托，不要杀人，因为那样就会暴露出回归水晶的用途。虽然他说了不能杀人，但这些垃圾我一个人就能杀光，也怨不得我。正当他准备发动冲锋时，一道冲击直接命中了他的面门，打得他鼻子花一样红。他还没有看清攻击的轨迹，下一发冲击接踵而至，他瞳孔收缩，因为在他的视线里，祭坛上的那个人手里分明拿着一把手枪，只是一个照面。金世勇就被送回了老家。听着他带回的讯息，我惊愕不已。一把手枪，这不该是当前楼层出现的武器？证据就是，即使安世昌的职业是特种兵，也没有办法买到手枪。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杀星之路的特殊奖励。1名杀星玩家吗？
这次任务比预想的要艰难。正在这时，蔡依雪走到了我的面前。不要担心，我会在背后照看你的。而在他身后是气势如虹的其他伙伴。看到这，我终于将担忧撇在一旁。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拥有这么多的支持者了，那就让我们大干一场吧。而在另一边城堡的祭坛处，却是另一幅景象。一名玩家踩着其他玩家上位，队伍的气氛十分低沉，很明显使他们团结一致的是独裁和恐惧。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乱世下美貌是一种原罪，然而他却是个例外，只因他曾独自杀光了所有队友。这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强对手。在全员普遍8级的当下，13级的他傲视全场，光是冲到他的面前，就已经有无数伙伴用尸体为我铺路。令人窒息的强大和美貌，任何一张打出来都是王炸，但我却不得不跟他敌对。依托于金世勇探查的情报，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也浮现在我脑海。第一步自然是清理掉城墙上的瞭望手。在金世勇正面吸引注意时，我大踏步踏入城楼。如果在这里立即就杀了他们，就会被对手觉察到回归水晶的用途，所以必须保留活口。但看那个女人的样子，也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生死就是。所以计划的第二步就是由我牵制住那个女人，其他人冲进来迅速消灭掉她的队友。只是目光锁定她的第一眼，她的讯息我就一览无余。但我也立刻就遭到了手枪的狙击，反应迅捷又精准。但好在这次我早有准备，皮甲和高昂的属性保证了我不会被他一击秒杀。而恢复药水是我开启了商店权限之后购买的。从他的属性栏中，我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猜测。他手枪的子弹来自于魔力，如果他的商店等级和我一致，那他也一定没有办法购买回魔药水。所以这场战斗的胜负取决于他的魔力值，但更取决于另外一点，他的等级竟然高达13级。这本该是一个坏消息，但我却反而更加安心。他是走上了杀生之路的玩家，而这么高的等级只有一个可能，也许他早已经把所有的队友全部杀光。那么现在这些是他的临时队友，还是早就在他的独裁统治之下如同行尸走肉的跑回？无论哪种可能，都代表着第二步计划可以实施了。只要我这边有足够的队友消耗掉他的魔力，那么仅仅只是因为对方那种低落的团队士气，我们就一定能赢。金世勇的仇恨值依然是那么高，刚破门而入就又当头挨了一枪。但好在队伍里有蔡依雪的存在，加上队员之间互相信任，又提前确定了回归水晶的作用，所以前排战士一往无前，队形迅速推进。女人也感受到了压力，指挥着所有队员压上，子弹疯狂倾泻。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看着身边队友一个又一个消失在眼前，还是令我极为气愤。他的表情竟然在享受杀戮，这个混蛋终于被我近身了。我奋力一剑斩去，计划的最后一步，斩首行动，兵对兵，王对王。他的眼中也终于露出错愕，才2级而已，竟然这么强，你究竟是谁？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吧？竟然足足有13级，你究竟杀了多少人？提示声传来，已占领祭坛1/3，请将对方驱逐出祭坛。看起来需要3个人才能占领祭坛，但在那之前，我还有更大的麻烦要处理。没想到他的近战能力也丝毫不逊色，这就是传说中的枪斗术吗？这么近距离的抵射。但好在战前动员时，李俊浩曾经传授过我一些技术，在他进入塔之前是一名乒乓球国手，更是号称预测天才，所以我不必费心考虑子弹的轨迹，只需要盯着他的动作和走向，就可以提前预测射点。话虽如此，但如果不是我的属性高过于他，而且还在上层获得了完美感官技能，想要做到这一点也是痴人说梦。但现在局势逆转，他的队员已经全部死亡。这时他终于意识到回归水晶的作用，但为时已晚。虽然他还有一个隐藏技能，可以让他100%命中一个目标，但我可以扛下这一击。现在该结束。然而下一秒，他却凛然道：“难道你以为已经稳操胜券了吗？”金币减8000，他的3级射击技能升为4级。连续的射击撕裂了我的身体，这种技巧不属于他的技能，是他原本就掌握的能力吗？但在那最后一秒，我的长剑也刺穿了他的身体。已完成3层任务，剩余的队员占领了祭坛，但金世勇的脸色却很不好，他是为我的死伤心吗？但下一秒他就回归了本色，真见鬼！明明是我带队进入的祭坛，金币奖励却这么少。好吧，我大概想太多了。任务结束，女人的名字也显示出来，宋舒言，名字很美，但实力太恐怖，回想起仍然不寒而栗，希望以后不会再碰上她。但下一秒，大厅中的景象却惊呆了众人，竟然从这里可以看到上一把的对手，战败的一方将面临天灾，目标是没有杀人的队员，救救我们！蔡依雪伸手触碰，却如遭雷击，残忍、血腥、绝望。系统公告：C1427区域仅有1名玩家幸存，将进行团队重组。我心中泛起不好的预感，一道熟悉的身影慢慢踏入大厅，这些血真脏，这个人竟然是宋舒言，该死！我就知道刚刚那种不安准没好事。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当所有人都选择强力技能书时，我却只是拿走一本普通的网络小说，这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毕竟技能的重要性已经在前几层任务中得到了验证，而我选的这本网络小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只是一本3流的消遣品，但我只是按照指南的提示而行动，就连我此时也不知道，这竟会成了我最大的通关筹码。当3层团队杀戮任务结束之后，4层任务开启，这次只是普通的杀怪寻路，大家全都有惊无险的返回。再次传回大厅之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只有金世勇和新加入的宋舒言脸色很不好，他已经完全取代了金世勇，成为了团队的第一刺头，而且这次只有他差点因为路痴属性死在半路。下层管理员坎博斯只是露头的一瞬间，就被他瞬发的手枪爆头。你怎么又来了，兔子？所有人都被惊了一身冷汗，毕竟兔子的实力大家都心有余悸，得罪他可绝不是什么好主意。果然下一秒，
兔头再次凝聚成型。虽然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见了，但这么热烈的欢迎还是让我有点吃不消。话犹未毕，宋书言的身影已经如同出膛的炮弹，嵌入墙壁，咳出鲜血，但眼神依然满是不甘。我静静看着这一幕，如果联想到兔子本身的实力数据，仅仅只是这种程度的惩罚，那就意味着玩家对于塔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源，所以坎伯斯才不能随意杀他。当然，在这之中，宋书言杀星的身份也一定占了很大比重。兔子再次收拾站定，现在下班对我来说还太早了些。好了，准备开始下一层任务，但在这之前，先允许我更换一下大厅背景。随着兔子响指发动，原来空无一物的大厅突然堆满了书架，竟然是一个大图书馆。从现在开始，每个人从中选择一本书，这本书究竟是能帮助你生存而变得更强，还是因为完全无益而使你丧命，一切结果都取决于你，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书中的内容。一旦5层任务开始，所有书将全部消失，希望你们都能选择一本不会让你们后悔的书。抛下这些没头没脑的解释，兔子再次选择了消失。所有人已经熟悉了他的恶趣味，都慌张的立刻行动了起来。这么多书，就算全部读完都要耗尽一辈子，而究竟有多少时间选择，兔子也没有交代清楚。手快有，手慢无，3个主力队员更是直奔职业技能书架，这是最明智的选择，毕竟没有充足的时间仔细筛选，再去浏览其他非职业的书籍纯粹浪费时间。但是在我的指南界面中，赫然是以下提示，请在小说部选择这本书《3S 级回归者的起源》。兔子的任务解释虽然总是不充分，但有关警告的部分却每次都性命攸关。但这么重要的关口，指南竟然要我选择一本网络小说。当我摸到书籍的那一刻，系统已提示我选择完毕。这本书光是看标题就让我升起特别不好的预感，但已经无法更改。我耐着性子一点点读完，脸色越发黢黑，竟然真的完全是一本垃圾至极的幻想小说，无论情节还是文笔都是一坨。但当我扫过几位队员时，金俊成的剑光更加凝练，应该是剑客的某本技能书，金世勇的拳术世家，以及蔡依学选择的东方一典，怎么看都比我选择的这本书有用。难道我这次被指南坑了？感觉任务还没开始，我已经输在了起跑线。这时一旁的动静打断了我的思考，安世昌竟然在空无一物的大厅搭建了一个露营地，这是什么样的技能书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我是不是应该选一本剑术或者战斗技能书呢？奇怪，怎么从一开始就一直听到有砰砰的声音？我循声望去，只见宋书言拿着兔子坎伯斯的人偶疯狂敲打，甚至嘴里还在不断喃喃诅咒。没想到他还有这种癖好，我还是选择离他远点吧。5层任务开启，下一刻所有人都被传送到一个教室场景之中。任务未开始前，场景还是暂停状态，但大家立刻就发现了不对，我们是不是变得年轻了？哈哈哈，这个士兵竟然变成了一只瘦猴。金世勇对特种兵安世昌的嘲笑更是证明了大家的猜测。为了适合任务背景，大家竟然都变成了学生时代的模样。我巡视四周，金世勇看起来只是变了一个光头，没想到蔡依雪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漂亮。青涩的感觉看起来也不错，李俊浩的变化也不大，但我旁边的这个四眼妹是不会是那个高冷的宋书言吧？他愤怒地捏爆眼睛，恶狠狠的语气一如既往，看什么看？正在这时，学校的广播传来嗡嗡声，兔子坎伯斯的声音响起：啊，多么美妙的青春气息啊！你们也一定很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吧？青春就是如此美好啊！好了，你们这次的任务是角色扮演，这是人类和怪物共存的另一个世界。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是怪物猎人学院的学员，在接下来的4天里生存下去，并且完成不断出现的指示。如果任何一个任务失败，将会面临死亡任务，所以千万不要松懈啊！没想到会再次听到死亡任务，但即使我曾经完成过一次，我也依然十分清楚，普通玩家根本无法从死亡任务中存活。对了，任务开始之前，分配身份记忆。随着坎伯斯的声音落下，一道道光芒直冲玩家天灵。随着记忆传输完毕，我痛苦地抚过额头，这种记忆冲突的感受十分糟糕。脑海中像是同时具有2份记忆，分配的记忆都是事先选定的书，而我的新记忆赫然就是那本3S 级回归者的起源的小说情节。这时坎伯斯的身影也渐渐隐去。课程结束后，任务将正式开始。整个世界的色彩渐渐鲜活起来，讲台上教师的声音也逐渐清晰。所以同学们，瞬间放大法力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李俊浩此时也开始对着我窃窃私语，他是真把这个任务当成重返学生时代的度假了吗？如果我推测的不错，我们是在3S 级回归者的起源这本小说里，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家伙就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吴允南，同时也是一名熟知未来的回归者。这项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他收获无数奇缘，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他人，最后跻身最强。任教老师的声音再次响起，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回答正确的话，我会给那个人积分。我心里清楚，这道题根本不是普通学生能够回答的，简直是为吴允南量身定制的出风头机会。他马上就要举手了，这是一种名为外显的方程式，目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布朗教授团队正在进行研究。老师喜形于色，答得太对了，没想到这个班级真的有天才。吴允南一脸诧异地把目光投向我，他也没有想到我会先于他回答问题。我在这里抢走了他的风头，这跟他熟知的未来完全不同，但我却忍不住勾起了嘴角。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指南会推荐我选择那样一本小说。剑术、技能书那些统统不重要，因为这个任务世界最有价值的其实是身为主角的奇遇，而我会将这些统统抢走。一晃已经到了课后，但兔子所说的任务仍未开始，所有人心内都有些忐忑，我也只能敷衍着告诉他们，我回答问题的答案是来自任务开始前传输的记忆，但根据我在小说中看到的，任务应该马上就会发布。果然下一秒任务要求已经下达，60分钟内清除 B37建筑一侧的地下城。我心里清楚这个地下城 BOSS 掉落的道具在未来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吴允南一定志在必得，但我可不会袖手旁观，要加快脚步了。来到任务地点，吴允南果然已经就位，任他想破脑袋也绝对猜不出为什么好像突然之间熟知未来的人一下子会多出整整一个连来。我当下也不废话，直接开始斩杀怪物。你以为只有你能找到这个地方吗？他的脸色已经只剩下惊诧，在他的记忆中，他不记得何时有过这么多实力强劲的同学，尤其是表现最为突出的2个身影，一个是神色冷峻、枪枪精准爆头的宋书言，另外一个就是效率丝毫不落下风的剑士。我才应该是主角，所以我不要在这里落败。金黄的光芒闪耀，吴允南的手中黄金圣枪闪动，兵器现身的一瞬间，就接连贯穿了数名哥布林强壮兵，强大的能量波动令人侧目。这个世界的主角果然不简单，那把枪恐怕说是神器也不为过，而且实际面对他时，他的压迫力远远高过小说里的描述，看他的样子也不会轻易放弃地下城的 BOSS。这样也好，就让我们比赛一下吧。时间48分钟，还剩下72名怪物，如果想要获得地下城的核心奖励，就必须成为杀怪最多的那个人，才能获得挑战 BOSS 的资格。现在的吴允南实力比我更强，但我也有一个他没有的优势，就是在寻找怪物方面，我是当之无愧的专家，没有时间浪费了。随着我的身影启动，宋书言也不甘屈居人后，好胜的性格已经让他对之前的落败耿耿于怀，所以这一次他不愿意再输。本该是困难重重的高难度任务，此时却成了我们3人比赛竞技的刷分场，每个人都有必须获胜的理由，就让这一切在杀戮的最后获得答案吧。其他队员看着场中翻飞的强大3人，都错愕地停下手中的动作，不禁是为强大的实力震惊，也是对我为什么比平时更加认真的好奇。李俊浩那颗单纯的头脑，甚至都已经自行脑补出了理由，他一定是为了阻止队员接受死亡惩罚任务，才会如此卖力。这种匪夷所思的猜测，甚至把伙伴们都感动到不行。浩英，我现在完全可以感受到你那颗无私为大家而跳动的热心，我们为此拿出干劲来吧。耶！3步之内，卧龙出没必有凤雏。我诧异的回头观望，完全摸不懂李俊浩和金世勇如此兴奋的原因。随着任务完成的提示，通往 BOSS 的大门也出现在眼前。那么，获得挑战 BOSS 资格的人会是谁呢？吴允南，见鬼！最后还是他获得了胜利。我拼尽了全力，还是比不过主角光环吗？现在还能做什么？就此放弃吗？如果照这样下去，分分钟就是出师未捷的节奏了。等一下，我叫住了要推开 BOSS 房的吴允南，把挑战 BOSS 的权利让给我怎么样？你突然在说什么傻话？我继续抛出提议，你难道不想知道如何结束你那不断轮回宿命的方法？我心内忐忑，他会拒绝这个诱惑吗？但我可不愿这么轻易就放弃挑战 BOSS 的机会。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